以前美國西部拓荒的時代。當時的人會把最貴重的財物，像是金幣啊、珠寶啊，通通放進一個咖啡罐裡，然後藏在床墊下面，很久很久都不会去動它。幾年後，這位先生過世了。科比打開他的投資組合一看，哇，整個嚇傻了。裡面雖然有些股票賠得很慘，但有好幾隻股票漲了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很多人都覺得成功的投資者，那肯定是非常會預測市场動向的人吧。但事實可能跟你想的完全相反。你能想象嗎？一個普普通通的清潔工去世之後，居然留下了800萬美金的遺產。他可不是什麼金融天才，也沒有任何內線消息哦。他唯一做的就是買了股票之後就再也沒賣過。這聽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議？今天我們就要來拆解一本書，叫做《100 Baggers》。他研究了過去50年來365隻真正翻了100倍的股票，就是要找出他們背後到底藏了怎麼樣的成功秘密。這就帶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核心問題：為什麼我們看到99%的聰明人進了股市都在賠錢，反而是那些最懶的人最後卻成了最大的贏家？這份研究將會挑戰你3個可能會讓你坐立難酣的終極提問。歡迎來到阿冷的書房，我是你的閱讀領航員阿冷，準備好了嗎？我們馬上就來揭曉答案。好，這3個問題分別是：第一，為什麼你預測的越準，反而離財富越遠？第二，到底什麼是能讓資產翻100倍的咖啡罐投資法？還有第3個問題，我們要怎麼只用一個簡單的指標就能判斷出一家公司到底值不值得我們持有它整整20年？好，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個問題開始看，預測的陷阱。很多人都覺得成功的投資者，那肯定是非常會預測市場動向的人吧？但事實可能跟你想的完全相反。我們直接來看數據。有一份研究花了20年，分析了将近95000份專業分析師的預測報告，結果發現什麼？他們的平均錯誤率居然高達40%。這代表什麼？這就代表，就算是那些每天都在研究市場的專家，他們的預測準確度大概就跟丟銅板差不多。你想想，如果你的投資決策是建立在這種預測上，那風險有多高啊？你看這張圖就更清楚了。這條上下劇烈波動的黑線是實際的 GDP 成長率，然後你再看這條平滑到不行的灰線，這是經濟學家們的預測。這說明了什麼？很明顯，專家們的預測幾乎完美錯過了所有最重要的市場轉折點，也就是那些財富重新分配的極端高點和低點。那你可能會說，好吧，就算很難，但我預測準了，總行了吧？問題又來了。這張由投資大師霍華德·馬克思做的表格揭露了一個很殘酷的真相。你看哦，當市場上大家都看漲，你也跟着看漲，結果市場真的漲了，你猜怎麼着？你只會得到平均收益。為什麼？因為這個好消息早就反映在價格裡了嘛。真正能讓你賺到超額收益的情況只有一種，那就是你對了，但市場上大部分人都錯了。所以這也就解釋為什麼你跟着主流媒體的預測走，很難真的賺大錢。好，既然預測這麼不靠譜，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呢？書裡面就提出了一個聽起來超級簡單，但威力卻非常巨大的方法，它叫做咖啡罐投資法。這個名字的由來其實是來自以前美國西部拓荒的時代。當時的人會把最貴重的財物，像是金幣啊、珠寶啊，通通放進一個咖啡罐裡，然後藏在床墊下面，很久很久都不會去動它。那把這個概念用在投資上，核心思想就是你要盡你最大的努力去找到當下你認為最棒的一批公司股票，買進之後就把它們鎖進你的投資咖啡罐裡，然後就徹底忘掉它們，至少放個10年。這背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真實故事哦。有一位投資經理叫羅伯特·科比，他有個客戶，這位客戶的先生偷偷的把他給太太的每一條買進建議，都自己也跟着買了5000塊美金。但最關鍵的地方來了，他從來不執行賣出的建議。幾年後，這位先生過世了。科比打開他的投資組合一看，哇，整個嚇傻了。裡面雖然有些股票賠得很慘，但有好幾隻股票漲了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整個投資組合的價值遠遠超過他那位整天殺進殺出的太太。你看，這就是善意忽視的驚人力量。好了，那道理我們懂了，就是要長期持有。但問題來了，
到底該把什麼樣的公司放進我們的咖啡罐裡呢？有沒有一個很簡單的指標，可以幫助我們判斷一家公司是不是真的值得我們放20年那麼久？答案是有的。股神巴菲特的黄金搭檔查理蒙格就給出了答案。他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從長期來看，一隻股票的回報率很難與其標的業務的資本回報率有實質性的差異。我知道這句話聽起來有點繞口，但說白了，它的意思就是一家公司長期下來能給你多少回報，最終還是取決於這家公司本身賺錢的能力到底有多強。我們直接看這張圖就一目了然了。假設有2家公司，你一開始都投了100塊，上面這家公司每年能創造18%的資本回報率，下面這家呢，每年只有6%。你看，一開始差距好像不大，对吧？但是20年後不得了了，18%的公司價值成長到超過2000塊，而6%的公司只有300多塊，兩者相差了將近7倍哦。所以這裡的關鍵結論是什麼？就是長期來看，決定你財富增長速度的，根本不是你買的價格有多便宜，而是這家公司本身有沒有能力持續創造很高的資本回報。好了，說了這麼多，我們來把前面所有的觀點整理成一個可以讓你實際操作的工具箱，或者說是心法。想要找到百倍股，有4個核心原則，你一定要記住。第一，要專注去尋找那種能帶來巨大回報的大象級機會，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那些只會漲個3成5成的股票上。第二，要優先考慮成長，你要找的是那種銷售額和每股盈餘都在持續成長的公司。第三，要偏好小公司。你想想，一棵小小的橡子可以長成參天大樹，那一棵大樹本身的成長空間就相對有限了。最後，也是最難做到的一点，你要做一個不情願的賣家。當你千挑選晚找到一家偉大的公司之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給它足夠的時間去成長。最後，我想用投資大師馬丁·惠特曼的這句話來做個總結。他說：“我有很多次經驗是賣掉一隻已經翻倍的股票。”結果呢，只能眼睜睜看着別人繼續持有，然後在接下來的6個月裡又翻了3倍。如果你什麼都不做，你會賺更多的錢。我想這句話真的完美詮釋了咖啡罐投資法和長期持有的精髓。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分享，請幫我按個讚，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也別忘了訂閱阿倫的書房，並且開啟小鈴鐺，我們每周都會帶給你更多含金量滿滿的書籍拆解。那我們就下次見嘍。